是什么来历啊？去年冬天的时候，跟我老公逛古玩城，然后淘来的，画的还挺细的，就问老板，老板头都没抬，说那就是一个民国仿的一个粉彩瓷啊，粉彩瓷。然后老公平时的时候对这些东西的认知怎么样？他经常玩这些，经常玩这些，哎对也有一群人嘛。有一群朋友的，有一群朋友也都玩这个。哦，给朋友看过没有？也看过，这个专业的他会说是官窑。官窑，他这上面不是有四女16个孩子，他们都把它称为4妃16子。皇帝的老婆不是才能称之为妃子吗？但是我们又拿不准。那官窑的话，你至少底下说没有款，对，就说没有款，对不对？你们认为这是官窑吗？不是，我看着不像。我认为不是官窑。第一个它没款，第二个你要是过去的釉它是从上往下流的，但它这个釉从头到底它是均匀的，白釉是分辨不出来的。哎，拙见了。好专业呀。有款也不一定就是官窑，因为民窑它也落款，但是没有款的话也不一定就是民窑，因为它有记载，这种叫拒不落款的话就是官窑。说只有皇帝的老婆才叫妃子，这个话没毛病，但是民窑也用啊。当时的那个4妃16子啊，它是一种寓意，因为4妃呢是什么？淑德贤贵，然后16子呢就代表什么？代表繁衍兴旺。然后这个上面呢很多都有寓意的，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拿了桂花就叫泽桂，然后慈莲童子，莲花是生生不息的嘛。还有一点，官窑啊会用仕女和音系的纹饰，但是呢一般这种就不是官窑，这种民窑也不是说一般老百姓或者一般这个富裕人家就能够拥有得起，能够画到这个画片的话，也要达官显贵。好，现在问题就来了，扣1的雍城啊，扣2的光绪，扣3的新货。我认为是新货，我好像应该是民国吧。我觉得也是。民国。对。那我清后期吧。民国的。民国的，您看民国的，应该是民国吧？那你们觉得为什么是民国呢？你看它那个光，追光有追光嘛，它那个画风也像民国的画风，颜色不是清代的。你如果是清末民国的话，仕女的脸大是大饼脸，不会这样画的。这个民国、清末民国肯定是要去掉，要么就是雍钱，要么就是新货。现在都搭不上边啊，那就是新货了。新货了，这又买亏了。很简单啊，粉彩一定会有胶质感。你们刚刚摸的地方啊，这个是地，你摸摸这个上面，你就是对了，很厚实的。特别是你看衣服的褶皱浓淡深浅啊，你看见没有？是非常自然。你看这个上面的那个墨彩，很厚实的，这就是胶质感，好像胶水粘上去的那种感觉嘛。这个蝙蝠的矾红，你看见没有？厚实，它那个爪都画出来了，看到吧？你到了晚清民国的时候，画的蝙蝠啊，肥肥的，那个爪都画了。所以这种啊，都是典型时代老的特征。这件东西啊，应该就是雍乾时期的正品。哇！感谢。我不知道你买多少钱啊？买了2万块钱。那真的是捡漏了。现在我们给他一个市场的估价，18到20。哇！感谢。我们还有一份华裔之名的证书。哎呀，太感谢了。谢谢。我这儿有一件宝贝，奶奶传给我的，李老师帮我鉴定一下。好的。你看这个玉呢，光是非常好的，非常润的。是老玉，而且它那个自然的纹理，这玉是真的玉。玉是非常润，但是它这个质地不是太纯，有点像古玉的感觉。会不会是宋代的或者是唐代的玉？你看这些手镯上面有文字，而且很多，你看啊，这个文字你有研究吗？是什么？不太明白。我能看到上面有宣和，好多字啊都是9叠篆形式的。这样，让我们的字画老师陈老师来帮忙看一下。陈老师，哎，好，什么情况？你好，这是一个属于手镯，手镯上你看有很多字啊。确实是的，这上面首先是篆书当中的9叠篆，线条是非常的流畅啊。有个宣和元年，是一个年号，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嘛。但是这后边也有很多字啊，都是给予类的。好吧，这其他问题咱交给李老师吧。好的。
我们先看这个玉啊，看起来稍微发黄，很古朴。其实发黄是好的，就是年久之后呢，古玉赛秋葵，这是一种证明它年份的一个点。那么文字来说呢，雕刻的很好，属于精工的。这个工你看，横平竖直的，方方正正的，每一个字做的都非常的细致，并且进行了这个剪地抛模的处理。在手镯的中间，你看啊，这么宽，两边还有线条，像房顶盖的女儿墙一样，平整度非常的完好。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葫芦的角度啊，做的都是非常的一致的，因为手工是有误差的，在古代能做的这么平整而且这么一致的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件器物非常高级。整个这个光器呢，包浆啊、氧化层啊，都是一眼傻开门的。那么刚才秦老师说啊，这个是宣和元年，就是北宋。但是我们不能仅凭这个文字呀来断代。那么我们常见的这种玉料呢来看呢，我更倾向于它是明代的。所以说，综合以上所有信息，我们可以判断，这是一个明代的手镯的珍品。感谢李老师，感谢李老师啊，非常开心。老师能问一下吗？这个镯子什么人佩戴？我们知道明清时期啊，达官贵人、有钱的富人、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佩戴这种玉器，那么这就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我感觉是老太君一类的人戴的。我觉着像是男士戴的，因为他口径大。对对对。而且啊，这不是一般的简单的民间的手镯，就是我们所见过的带文字的手镯呀，从来没有文字做的这么精细的。推测它可能是与宫廷有关的。正常情况下，这种手镯带这种文字的呢，有2到3万的，3到5万也有。但是这工艺太好了，所以说它的估价呢，我给到10万块钱。感谢李老师，好保存。那么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我们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哎呦呵，没想到的带了个破盘子来了，这还缺一块少一块，感觉磕磕碜碜的。其实这东西都是我老公喜欢的，他就觉得说这些东西说都有价值，然后什么承载了什么一些历史的什么文化内涵啊。哎呀，我就觉得这不就是这破盘子吗？那大家伙觉得呢？这盘怎么样啊？我看着价值不大，看着它这个新旧，确实是一件古物。但是它因为它有破损，它这个价值不会太高。觉得这个盘子看起来外观很朴素呀，确实好像跟印象中的那些宝贝有点差距。既然她老公在家里当宝贝似的，这个应该是有点价值的。因为大家的眼光是按现在的眼光看这只盘子的，但我说一些背景，可能大家都不这么认为了。哦，现在这个又是青色的，是吧？这个青很妙曼的，什么青呢？这个青呢就叫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天青。天青色，这个是青色最妙曼的颜色，叫天青色。能够形成这样的色，并不是有这种泥浆一烧就是这样。这个泥浆的配方历经了上千年，在一代一代制瓷师傅的手中，无数次的实验，让泥浆的颜色幻化出如此美丽妙曼的天青色。这个现代科技很容易完成的。今天排比研究1星期之内就知道出来一模一样的产品，这叫现代科技加持。但在800年前能烧出这样的东西可不是这样的，它需要选用的材料全是天然矿体上面的。比如说师傅告诉你个方子，南山的什么什么石头2两，去采集这些材料的时候，你会发现南山的哪里没写，山的高度没写，朝阳的和背阴的没写，怎么采啊？河里边的什么什么石头，哎，到了河里发现河边上、河水里边都不一样。我们知道和田玉有籽料和山料，当他把这所有的材料弄到一起，研磨成泥浆，烧制成这种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里边出来的颜色类似这种色，有些呢微微发淡一点，有些微微发白一点，有些里边的有个混合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石头里边的微量元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因为大自然当中它是天然造化的，一样的配方烧出来的东西都能达到这个颜色的概率几乎是很小很小的，所以能看到的这样烂的都已经很不错了，完美的有没有？有，很少很少。那这个东西还很不错，听着。看来我们真的是小看它了。这是什么品种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宋代的时候非常有名的瓷器，
君子，就是我们河南本地的禹州、汝州等地出产这样的产品。这件东西呢，颜色一流，石釉工艺、烧造工艺一流，这个修足工艺几乎上接近了当时的汝官窑、钧官窑的修足工艺特征。哇，是一件非常好的北宋末期的天青釉的民窑供器的传世珍品，恭喜你！谢谢高老师。所以，把他收拾好，把老公也收拾好。你对他的了解不多，说明你对你老公了解不多。爱你老公要了解你老公，了解你老公的爱好，好吧？恭喜你鉴宝成功。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我老公一直就是说想找一个老师把这件器物给修复一下。在目前的收藏界有2种声音，一种声音呢是叫保护性修复，就用石膏把它连接在一起，不改变它的基本物质。第二种呢叫商业性修复，现在科技的配方调出类似于这种颜色的类物质，经过高温烧制，把局部的这个缝隙呢去填补了。一修复了之后容易蒙住人，你知道吗？基本上外行人看不出来。如果你的这个盘子是完整的，目前的价格虽然低了，也要20万块钱才能买得到。但是您的这个标本呢，它没有修呢，就像这种状态呢，在市面上参考价就2万块钱。但是如果经过3000块钱修复或者5000块钱修复了之后，你知道20万和几万块钱差别有多大吗？所以你开价20万，别人还10万，肯定你就赚得多了。但是呢，那个呢稍微有点不诚实。想做一个那个金扇，做一个那就最好了嘛。金扇的这种方法是陶瓷标本收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既起到了保护性作用，又传达了它的美感的一种技术方法，值得参考，好不好？好，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